上期我們聊了一下北美词舵大佬 Snakey 的故事，我看有人說這哥們只是女裝，身體還是雄性，不算词舵。那這一期咱们就尺度拉滿，聊一位真正的词舵天花板，一個在全世界網友的超能力圍攻下，從身體到精神全面詞舵的男人，英國最強男美模 Finniest， 他的經歷才是真正的被金錢和流量調教詞舵。故事的開始依然是非常的俗套，和 Snakey 一樣，也是源於一個直播間的賭注。他最早是玩我的世界，也就是玩 MC 的主播。00後從那會兒就能看出長得是非常的清秀，是吧？那時候他還在管上立 flag， 說什麼我是最直的男人。但是兄弟們，你要記住一個真理沒有人能和錢過不去。大概是2019年直播間有個粉絲說，給你多少錢你能戴一下假髮？那這可太簡單了，戴一個假髮就能賺錢，有什麼不幹的呢？為什麼不幹呢？於是這個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開。一開始只是戴假髮，那後面當然就是變本加厲。那你能不能穿一下小裙子啊？能不能化妝啊？這就是我之前在其他視頻裡說的資本的逐步蠶食。一開始他還是表現的有那麼一點點的抗拒，或者說有那麼一點點矜持吧。每次穿女裝都要大喊一聲我是真男人這都是為了節目效果。但他越是這麼喊，就越有節目效果。網上的變態這麼多，對吧？可想而知這種反差，正好擊中了一大批變態的XP。於是著名的女裝月就開始了。那什麼是女裝月呢？大家可以理解為一種活兒，或者說是和粉絲的一種對賭。只要直播間的打賞金額達標，那麼他在這個月就必須一直保持女裝，這個就叫女裝月。結果大家猜怎麼着？因為她長得太好看了，粉絲們瘋狂的砸錢，於是這個女裝月就變成了無限續杯，一直延續到了2023年。不是有一句話嗎？說養成一個習慣只需要21天。Finny從2020年開始這個活動，一直持續到了2023年，整整3年時間。也就是說，這3年她除了每個月有巨量的收入以外，也一直保持着女孩的妝造。當然，期間她也是不斷的整活，自創了一個叫 Rose 的女性人格。開始在網上和人隨機視頻，玩法呢就和咱們這邊的頂流網紅差不多。一個長髮飄飄妝容精緻的美女坐在鏡頭面前，對面連到了一個飢渴的老哥，老哥被撩得欲仙欲死褲子都脫了。結果對面的美女突然用低沉的英倫腔說：“哎，波兒，怎麼樣？是不是很有效果啊？”其實都是人家玩剩下的。當然也有連到其他的女裝大佬，互相驚嚇的。So fucking ugly, bro. 怎麼樣，是不是很好玩？這種樂子視頻的播放量是非常高的。值得一說，剛才和他連線的這位主播也是一個100萬粉的女裝大佬。在這個過程中他就搞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兒，也就是所謂的名場面。那多看一些Finny的視頻就能發現雖然那時候他依然是男兒身，但心理上已經開始享受這種把直男玩弄於股掌之間的這種快感。因為人氣很高嘛，關注他的網友還搞過幾個賭注，賭他什麼時候會生理性的雌化。大英嘛， LGBT 的發源地全世界最多元最進步的地方，就算不是網紅性轉的也比比皆是，更何況這麼一個已經女裝了好幾年的大佬呢，是吧？所以那時候就不斷有人在懷疑他已經開始進行這個所謂的 HRT 了。因為怎麼說呢，白人的這個基因就注定了他們能夠保持嬌嫩的時間非常的短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好萊塢那些小鮮肉，比如小李子，是吧？年齡只要一上去，馬上就發腮了。但芬妮這好幾年了，一直保持着柔媚的狀態，甚至隨着時間的推移越發的女性化，不只是行為舉止，連面相也是。所以就有很多的網友懷疑他已經在變性的過程中了。然後就是去年他發了這麼一條視頻，播放量高達296萬。Wow, I'm so surprised. Yeah, I know. So you might have noticed for the last 6 months or so, when someone asks on stream or on Twitter or Reddit or something, Is Finn on HRT? I just avoid the question. I avoid the question entirely and make a little joke, and that's solely because recently I started HRT. Confetti. 大家看到了，這個視頻他開篇就自己直接點破了，他已經進行了6個月的 HRT。視頻發布時間是2024年的3月，所以他正式開始性轉的時間應該是2023年的10月份左右。說到這兒大家看他的長相和視頻風格，像不像已經在
B 站畢業的一位混血 UP， 跑題了啊。說回分類，他这個視頻一出來啊，就被網友各種的玩梗，被稱為是館子上10大最可預測事件之首。因為以前網友其實就把它稱作蛋啊，覺得它遲早會孵化出來。那這下終於是破殼而出了啊，女性化的分離破殼而出了。這就是天生的互聯網聖體，什麼都能整成活來，生下來就是吃這口飯的。那我們回顧一下他從純爺們兒到男女中間態的這麼一個過程。這個是5年前啊，看得出畫質是非常的拉。這個也是早期的形象，是出門去做主人的任務去了。這個是3年前啊，還有這個，越往後啊，他的造型就越發的雌化，尺度也是越來越大。因為我之前对他不是很了解啊，現在花時间調研之後，他和 Snake 其實是差不多的，都是被網友給一點一點教壞了。就像這個視頻啊，網友會給他布置任務，完成一件就獲得一份獎勵，少的100美元，多的高達1000美元。而這個任務很可能只是讓他在某張凳子上，某張特殊的凳子上坐一下，這個衝擊是很厲害的，錢像洪水一樣衝過來啊，可以說是把他男性人格裡邊最後的矜持給衝垮掉了。包括現在啊，他已經轉戰了這個成人平台。據我的觀察呢，他的作品尺度還在 Snake 之上。據說他在那個平台上面的收入1個月能夠達到6位數甚至7位數的美金，月入100萬美金啊，兄弟們，不是開玩笑的。這就是真實的調教和改造。當全世界都拿錢砸過來，告訴你做女人更爽，做女人更受歡迎，做女人可以當個富婆的時候，哪怕你是鋼鐵直男，也要被這一鍋溫水給煮完了，是不是？月入100萬美金啊，而且享受眾星捧月的感覺。請問兄弟們，你們能夠抵擋這種誘惑嗎？說實話，我肯定是擋不住，而且是絲毫沒有抵抗力，哪怕代價是雌惰什麼的。當然啊，我們也不酸人家。其實想想，你說這是墮落嗎？在傳統視角來看，可能是的啊，因為所謂的先天的雄性氣質喪失殆盡了嘛。但其實從他自己的角度來看，可能這正是人生巔峰，是版本 T0 級答案。你說他是被資本操縱了，當然也沒錯，但他又何嘗不是玩弄了資本？他成功的把別人的錢裝進了自己的兜裡，而且從他這幾年事業的發展來看，他無疑是個商業上的天才，既收穫了快樂，又收穫了金錢。人生嘛，就要過得快樂，但如果在快樂的同時還能夠賺錢，那就是真正的頂級玩法。這是很多艱苦奮鬥患者理解不了的，但事實上就是這樣。真正的牛逼人就是在快樂的同時還收穫利益，而且跳出所謂的公序良俗和傳統思想。誰規定當男人就一定比當女人好？是不是？雖然我將這個事情稱之為雌惰，但僅僅是因為這個詞兒好玩，本質上他們只是將人生換了一種玩法，沒有好壞之分，也沒有對錯之分，更沒有高低之分。說實話，最近研究了這麼多的女裝大佬，我感覺我都能直接復刻了，甚至開班授課都绰綽有余。基本上套路都差不多，只要你長得夠頂，或者說能整出活來，性別它其實不過是個卡 bug 的設定而已，甚至還是優勢。就像芬妮、Snake 還有我們這邊的一些頂級的選手，他們都是把這個玩出了花來，而且我相信未来他们還會整出更多的好活來。行了，那今天的英國雌鬥大佬就聊到這兒，點擊關注。然後下一期呢，我想聊一下當了這麼一段時間女裝大佬的一些感覺，也聊聊最近和一些網友聊天的體悟吧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想和我交流呢，隨時發私信，不管你是 CDTS 還是什麼抖 S 抖 M 都沒有關係，歡迎你隨時過來，兄弟們，拜拜。